就在此时，虚空之上出现数道锁链，锁链如暴雨一般倾泻而下。众人反应过来时，图腾龙族的所有人都已经被那锁链捆绑住了，唯有楚风、王强、白云清三人没有被那锁链捆绑。楚风小友别来无恙，伴随一道声音响彻，一道老者的身影从天而降，落在了图腾龙族的战船之上。你是龙鳞？楚风看着眼前这位苍老的都快要死了的老头，一时之间无法确定，因为印象中龙鳞可没有老到这种程度。哈哈，我这个模样没吓到你吧？龙鳞笑着问道。龙鳞。此时图腾龙族的许多人咬牙切齿，便想冲向龙鳞，可无一例外，跑了还没几步就全部摔倒在地。他们太虚弱了，老实点吧，还搞不清楚状况吗？龙鳞说话间拿出了一块令牌，但那块令牌很特别，它原本的体积应该很大，是被缩小到了令牌的大小，并且这令牌竟是一片龙鳞打造而成。眼下此物散发着强大的气息，是来自血脉深处的压制力。楚风明白为何图腾龙族族长等人会突然之间如此虚弱，必然是与这块令牌有关，当然也与祖龙骨骸有关。龙鳞，你对祖龙大人做了什么？见到这块令牌，图腾龙族族长也不淡定了。别紧张，我没有对付你们的打算，我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图腾龙族好。我龙鳞今日引你们来，不是要杀了你们，而是要将图腾龙族归还于你们。龙鳞手握令牌道。你放屁，你到底有何阴谋？图腾龙族众长老怒骂道。他们根本不相信龙鳞，我早就可以杀你们，你们居然还不信我。龙鳞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可下一刻他看了眼远处的天空，所望方向正是夕阳落下的方位。今日先到这里，明日再来与你们细谈。记住，我是在帮你们，也是在帮图腾龙族。说完此话，龙鳞大袖一挥，一股强大的武力束缚整艘战船，旋即拉着楚风便离开了此地。龙鳞的速度很快，没过多久，他便带着楚风来到了一个地方，并非祖龙禁地，而是一片位于山林中的空间世界。空间世界很大，在这里龙鳞也飞行了许久。你到底有何目的？楚风问。楚风小友，别急，我会告诉你所有事情。对了，这个人你想找吧？龙鳞说话间，手掌摸向乾坤袋，下一刻他的手掌从乾坤袋抓到了一缕头发，往外一扯，便将一个人拽了出来。此人乃是贾令仪，只是此时的贾令仪早就没了往日的风范，眼神呆滞，口水横流，像个傻子。他真被你抓来了，你为何要抓他？楚风问。因为你啊，我知道你重情重义，哪怕只有一点与你奶奶有关的消息，你也一定会不惜代价的调查，所以我才抓了贾令仪，还编造了那些话，只是没想到传得那么快，这么快就把你引来了。不过应该也是碰巧，你与图腾龙族的人在一起吧？毕竟现在没有人比图腾龙族更关心我，但凡有点风吹草动，他们都会最先收到消息。不过不管怎样，倒是双喜临门了。龙鳞哈哈大笑。所以贾令仪说那些话根本不存在。楚风有些失望，本来那些话已经将线索引向了他的奶奶，你看看他疯了，疯得很严重，我想尽办法都没有治好，他什么都不说。楚风小友，你别怪我，我也是太想见到你了，所以才编了这种谎言。龙鳞道。灭了丹道仙宗的事，应该不是你为了引出我而做的吧？楚风问。当然不是，我去看过了，那火焰我可做不到，必然是天神境的手段。而据我所知，你奶奶的宗门就擅长用火，搞不好真是你奶奶还在世，又或者是你奶奶所在宗门还有隐藏的高手。龙鳞道。当然他只是猜测，因为外界传闻楚风的奶奶早就死透了，可楚风却知道他的奶奶确实还活着。龙雪前辈的病情好一些了吧？楚风问。他知道龙鳞为何这么急着找他，不是为了报仇，而是为了龙雪的病。龙鳞做事确实不择手段，可他有一件事似乎没有撒谎，他夺取图腾龙族真的只是为了龙雪，是为了救龙雪。而上一次楚风虽将龙髓带走，可临走的时候确实帮助龙雪稳住了病情，多亏你了，雪儿已经醒了。说起来真是对不住你，我那样对你，你却还是帮了我。龙鳞惭愧的道。而就在此时，龙鳞忽然飞落而下，落在了一座院落中，那是由竹篱笆围起来的院子，院子很小，除了一条石板路都种满了百合花，就连院内的土房上面也满是百合花。但这院内不仅是百合花香，还有引人流出口水的香气。门开着，能够看到屋内的桌子上摆满了佳肴，而门前站着一名面容丑陋但却衣着精美的老婆婆，此人正是龙雪。她本是图腾龙族与当今族长齐名的天才，是无数天才追求的目标。可那个时候龙雪却偷偷与龙鳞走在了一起，只是世事难料，原本前途无限的龙雪突然得了怪病，不仅修为停滞不前，面容也变得无比丑陋。莫说往日追求的人跑光了，就连家人也开始嫌弃他。那个时候唯有龙鳞陪着他，直到今日。甚至据龙鳞说，他当初被困在祖武下界，也是为了找到传说中的东西，为龙雪治病。楚风小友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龙雪看到楚风，满面笑容，虽然如今面容丑陋，可他的笑容却十分温暖。楚风看得出来，龙雪和龙鳞有区别，他应该不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，而是很温暖的人。拜见前辈。不管和龙鳞有何恩怨，可对于这样的龙雪，楚风还是施以义礼。楚风小友，莫要多礼，我的病还多亏了你。龙雪将楚风搀扶，但却回头看向屋内，有些埋怨，你怎么先吃上了？这可是专门为楚风小友烧的菜。原来是龙鳞，
趁着楚风与龙雪交谈的功夫，已经坐了下来，拿起筷子吃了起来。哎呀，楚风小友不是外人，他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？楚风小友别愣着了，快进来尝尝你龙雪前辈的手艺。前辈请。楚风看向龙雪，我吃素，你们聊。龙雪笑了笑，便向院外走去。是有意为楚风和龙鳞提供交谈空间。见状，楚风直接进屋落座，伸手抓起一个鸭腿就往嘴里塞，那吃相就像是饿坏了一般，就连龙鳞都提着筷子看愣了。真不怕有毒啊！你若要对付我，不必多此一举吧？楚风问。那喝点。龙鳞从桌下端起一个罐酒，满上。楚风抓起酒碗伸了过去，酒满。楚风一饮而尽，旋即问道：你引我来此，是为了龙雪前辈的病？是。龙鳞点头。那说说吧，你引图腾龙族来此，又有何目的？楚风问。我为了龙雪的病，找了太史心中帮忙，可他背叛了我，将祖龙遗骸的事告诉了苍穹仙宗宗主。你也知道，我能成功夺权，其实苍穹仙宗出力不少，我呀就是他的傀儡。他想要祖龙遗骸，后面七界圣府找到我，让我归顺他们，我同意了，但条件是让他们护着我。说白了，我想换个靠山，就是依仗着七界圣府，让苍穹仙宗宗主别再惦记祖龙遗骸。神之时代你不是也去了吗？你应该知道，苍穹仙宗宗主放弃了进入神之时代深处的机会吧？龙鳞问。他是为了祖龙遗骸。楚风问。不止如此，此人野心勃勃，远没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如今七界圣府和其他势力的高手都在神之时代之内，他如今又在七界府主的帮助下踏入了天神境，除非远古种族插手，否则他要做什么？现在谁拦得住？我觉得他肯定会趁这个机会来拿走祖龙遗骸。我龙鳞就算再不择手段，可终究也是图腾龙族族人，将祖龙遗骸交给外人，这种事我做不出来。其实早在向七界圣府寻求帮助之前，我就已经想到了对付苍穹仙宗宗主的方法，只是他踏入天神境就有些难办了，我需要图腾龙族更多强者的帮助。龙鳞道。你有什么方法能对付天神境？楚风问。龙鳞说话间拿出了那块由龙之鳞片制成的特殊令牌，拍在了桌子上，就是祖龙遗骸。我与你说过，祖龙遗骸有血脉阵法，非图腾龙族族人不能靠近，那阵法本就是用来防外人的，但若是我族族人催动，是可以将它变成极为强大的攻杀大阵。但催动这样的阵法，我一个人是不行。如今图腾龙族内值得信赖的人也少，所以我需要他们的帮助。我想好了，收拾了苍穹仙宗宗主，我就将图腾龙族族长之位归还。毕竟龙雪他已经有了你这个救星。龙鳞说话间端起酒碗递到楚风面前，楚风端起酒碗喝了一口。要我如何信你？我若没有猜错，图腾龙族派出的人不在少数，但更多的人去攻打图腾龙族总部以及诸多分部了吧？龙鳞道。楚风没有说话，因为龙鳞猜对了，我这段时间故意胡作非为，就是让许多人对我心生不满，不仅是为了让他们想起前人族长得好，也是为了筛选出忠于图腾龙族的人。这场战争就是最好的验证时机，那些真心为图腾龙族好的，必然会倒戈于他们来对付我。至于那些自私自利、没有家族情怀之人，也会原形毕露。楚风，你是聪明人，我这样做是在帮谁？龙鳞问。楚风依旧没有说话，但龙鳞若是所言属实，他确实是在帮图腾龙族族长，帮助图腾龙族族长清洗掉那些杂碎，反而有利于图腾龙族日后的发展。我没有理由说谎，我也真的没有说谎，我没有那种野心，我就只想龙雪能活下去。楚风，他们应该很信任你，明日你帮我劝劝他们。龙鳞说道。为何是明日？事不宜迟，不如现在就去说。楚风问。不行，我答应了龙雪，一天我分成2半过，无论什么事情发生，太阳落下前我都要来陪他，天亮再走。好了，你去帮我说此事吧，若不信我，可以带他们来杀了我。至于我呢，去陪雪儿了。龙鳞说话间便站起身来，向龙雪的方向走去，可桌子上的那块龙之鳞片制成的令牌却还留在那，很显然是专门留给楚风的。楚风拿着这块令牌找到了图腾龙族族长等人，果然凭借着令牌便解除了他们身上的束缚和压制。随后楚风将这块令牌交给了图腾龙族族长。这龙鳞居然打造出了专门压制我图腾龙族族人血脉的令牌，他肯定是对祖龙大人做了什么。看着那块令牌，图腾龙族众位长老咬牙切齿，这块于图腾龙族族人而言简直危险至极，是能让他图腾龙族灭族的可怕之物。倒是图腾龙族族长颇为冷静。楚风小友，龙鳞到底有何目的？见状，楚风也是龙鳞的目的告诉了图腾龙族族长等人。听过楚风的话后，图腾龙族许多人都沉默了，因为他们也觉得龙鳞的话似乎不像是假的。楚风小友，你觉得龙鳞所说可信吗？图腾龙族族长看向楚风，应该可信，不然他这是在做什么？能杀我们他不杀，反而把这能压制血脉的令牌给我，让我们用这令牌对付他。楚风看着那块令牌问道。龙鳞明明已经抓住了图腾龙族族长等人，但却又让楚风放了他们，甚至将这能压制图腾龙族族人血脉的令牌都交给楚风了。他与龙雪也都是图腾龙族族人啊，如此令牌交给楚风，相当于将他与龙雪的命都交了出来，他自己也就算了，龙雪于他而言胜过自己，这诚意真的够足了。